爹娘，儿子去书院了。可算走了，我在床上躺了都快1个时辰了。自从增加了烧饭这个环节，瑞儿的厨艺果然见长，用膳吧。这些年风调雨顺，怎么还会有这么穷苦的人家？着实令人痛心呐！事不宜迟，咱们快把东西送进去吧。秦统领，前面就是云城了，所有人加快速度！哎，二位先生，你们怎么来了？是不是刘瑞这臭小子在书院不好好读书？不关刘瑞的事儿，老夫这次来啊，是专门来送东西的。还有这几锭银子，你也收下。等下，先生，这是何意？3年一度的科举考试在即，朝廷为寒门学子发放了专门的救济金。老夫们听说刘瑞家境微寒，所以就送了这些过来。这可好，自己发的救济金都救济到咱家来了。好意在下心领了，只是我们不需要救济。不需要。刘瑞他爹虽说人穷不能志短，但是穷成这样还谈什么尊严？回头老夫再让萧院的瓦匠过来给你这儿修缮修缮。您可千万别为了弄出这么个破地方，我可不知道费了多少功夫。什么？没什么，二位好不容易来一趟，要不就在寒舍用点便饭，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说。这莫不是上好的黄花梨？这碗好像是纯金的，这难道就是西域进贡的象牙筷子？你怎么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了？迟早要被你给暴露了。二位先生，这些东西，刘瑞他爸没钱就是没钱，何必用这些假货充面子？有这些闲工夫，不如接受救济，改善一下刘瑞的读书条件。假货？不然呢？难不成你想说这是真的吗？对，这些就是假货。不说这些了，快请坐。知不知道城南春景路10号怎么走？春景路10号，这不是我家。你们去这儿做什么？少废话，知道太多是要掉脑袋的。在那边。哇，家里出事了。饭我们也吃了，银子你们就收下吧。二位先生，在下今日就说一句实话，这银子我们家真的不需要。我们家的情况，刘瑞都未必知道，二位刚才看到的也都不是真的。哼，死要面子活受罪，你们简直……
这不是御前大统领秦风秦大人？拜见秦大统领。秦大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微臣参见。微臣参见。微臣。那个刘公何在？拜见秦大人。本统领今日有要事找你问话，闲杂人等一律离开。微臣参见陛下、皇后娘娘。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秦风，朕不是说过，没有紧急的事情不要过来，万一暴露了怎么办？微臣有重要奏折呈报，若非万不得已，也不会来叨扰陛下和皇后娘娘。呈上来吧。是。爹，娘，你们这是？爹，娘，你们这是？秦大统领，您审问完了没有？审问完了能让他们起来了吗？我坐在这里，实在是瘆得慌。是啊，秦大人。敢问我爹娘到底犯什么事？你要这么惩罚他们？我怎么敢？无论他们做了什么，肯定都是无心之事，求您网开一面。瑞儿，秦大人啊，就是叫爹娘问个话啊。对对对，没什么大事儿，你先回屋去。真的？对，就是问话而已。我保证，你爹娘绝对不会有事。在瑞儿觉察之前，你带人赶紧走。可是陛下，奏折您还没有看呢。瑞儿回来了，这也没地方看啊。谁说没有？朕有个好地方。陛下，您确定要在这里批奏折？奏折而已，哪里批不都一样？这是啊，这是参丞相的奏折。王御史已写上书，参丞相召集买官卖官贪污行贿，致使官场贪墨横行，滋事体大，所以微臣才会马不停蹄地过来面圣。丞相辅佐朕近10年，一直斤斤精业，朕不相信他们会干出这种事情，一定是有小人蓄意诬告。还有陛下，这次到云城地区主持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张范大人，您在云城的事情，要不要跟他知会一声？不必。是。那陛下、皇后娘娘，微臣先告退了。瑞儿，我问你，你觉得我大齐现下如何？大齐自开国后，一直国泰民安，百姓们更是丰衣足食。只不过，就是因为这几十年来的太平日子，导致朝野之间公私难辨，权柄之用见失公允，民间疾苦日增，下民屡遭侵凌。君为天下之主，当自省公身。人无完人，国家这么大，陛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爹，你又不是陛下，干嘛帮他说话？假以时日，我要是能高中，甚至入朝为士，当厉行整治，匡正风气，令四海苍生安居乐业。说起这个，马上就是科举考试了，你有没有把握？书院其实已经进行了3次模拟考试，儿子都是第1名。这次科举，我势在必得。真的，我儿子太厉害了。那还不是因为我厉害，
才能教育出瑞儿这么聪明的孩子？得了吧，爹，你要是厉害，咱家也不至于这么穷。不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努力，一定让你和娘过上好日子。我吃好了，先去温书了。陛下，说起来这日子过得也真够快的，咱们到这里都已经10来年了。我还记得当时，本太子要骑大马，好你个奴才，敢摔了本太子，我要砍了你的头！太子殿下饶命！太子殿下饶命啊！那是不是瑞儿？瑞儿，你在干什么？平日里不好好读书也就罢了，现在还如此粗暴苛待宫人。父皇，儿臣是太子，天下的一切都是儿臣的，儿臣当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瑞儿，快传太医！胡太医，太子现下如何了？陛下、皇后娘娘，太子殿下并无大碍，只是这头撞得十分严重，极有可能要失忆。你说什么？瑞儿，失忆了好，如此，我们便可以重新来过。陛下，你这是什么意思？朕什么意思，你以后就会明白。收拾收拾东西，在瑞儿醒来之前，咱们离开皇宫。一转眼，瑞儿都长这么大了。秦3代而亡，咱们大齐好不容易得到天下，定要吸取前人教训。朕也是为了培养出一位可堪大任的太子，才会那么做。所以，陛下，你到底打算何时告诉瑞儿真相？现在他大了，怕是瞒不了多久。等科举考试结束，朕会找机会告诉他一切。君将若之何？御大叔，臣请示之。这刘毅自负读书好，就不把书院其他人放在眼里，还说什么这次科举他肯定能拿状元。哼，就凭他，要我说，无论是家世还是才学，恒少爷您才是咱们书院当之无愧的第一。把书还给我！爷，我就是不给，你能把我怎么样？有本事你打我啊！我看就算借你10个胆子，你也不敢。瑞儿天资聪颖，又一直勤勉，读书真是不愁，就是他的功夫。身为太子，治国理政才是要紧，学什么功夫？妇人之见，我大齐是马背上得天下，瑞儿身为太子，就应该文武双全。朕之前嘱咐你，想办法传授瑞儿点功夫，现下他练得如何了？回陛下，经过这1年来的训练，太子殿下一个人单挑7、8个绝对不在话下。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敢招惹他，怕是要有好果子吃。7、8个人？不会吧？
您看看微臣的脸就知道了。这都是瑞儿打的。微臣为了不暴露身份，只能装作小偷，日日从他面前经过，所以辛苦你了。等回宫之后，朕晋升你禁军副统领。多谢陛下。好啊，你敢在书院动手，我定要将你所作所为禀告先生。是你们动手在先，我不过是正当防卫，想去告，随便。刘瑞，你知不知道，我爹乃是云城知府，而我爹的亲哥哥，也就是我的大伯父，乃当今丞相赵佶。而你呢，听说全家靠种地为生，穷的连双像样的鞋都买不起，得罪了我，你应该知道下场。看在同窗一场的份上，只要你放弃参加科举考试，本少爷可以考虑放你。你有这时间在这里威胁我，不如多去看2本书，免得到时候名落孙山。这刘瑞敢如此猖狂，无外乎是因为觉得自己必然高中。我有个办法，保证让他连考场的门都进不去。什么办法？刘瑞，你给我等着！赵公子，在下听说令尊赵大人可是今年云城地区的考官之一，岂止是赵大人，横少的大伯父乃是当今的丞相大人。各个地区的考卷都是要汇总到丞相大人那里，由他选出优秀者，送呈陛下阅览。都说了要低调，你们好端端的说这些干什么？赵公子有如此家世，又才学过人，今年的科举必然高中。等来日封官拜相，也别忘了提携提携我们啊！是啊，是啊。没想到我季锦兰还能有回来的一天。爹娘，你们放心，儿子一定拿下状元，为你们争光。本少爷当是谁呢？青天白日在这里大放厥词，原来是咱们书院的贫困户刘瑞。你们有所不知，这个刘瑞家里穷的都揭不开锅了。前些日子我们书院的先生还拿着米面油去救济他们。刘瑞，他们就是你的爹娘啊，果然和你一样的穷酸。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儿来的乞丐呢。都说子承父业，要我说你趁早回去，种种地放放油，这才是你的老本行。在我大齐，士工之商一样平等，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是读圣贤书的，连这么基本的道理都不知道吗？你说你和我平等，我耳朵没出问题吧？你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本少爷可以饶你刚才出言不逊。你们去帮帮他。刘瑞，你可想清楚，这里是贡院，在这儿动手，小心取消你的考试资格。科举做官就是为了庇护万民，如果连父母都保护不了，任人侮辱，那还做个屁的官，科个屁的职！好啊，你反了天了！翰林院学士张大人，云城知府赵大人到。谢过张大人，赵大人。老远就听见你的声音，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敢在这儿吵闹？爹，不是儿子故意跟人争执，实在是刚才有人
有人不仅出言羞辱儿子，还对儿子动手。您要为儿子做主啊！是谁？如此大的胆子？就是他。这人怎么长得这么眼熟？时辰已到，所有考生准备入场。好险，好险！爹娘，我进去了，快去吧。再过半炷香时间，考试便正式开始。凡是发现会买考官夹带经文、请人代考者，一律严肃处理。大人，您看，这是小的刚刚搜到的。贡院种地，竟敢夹带经文作弊，你可知罪？贡院种地，竟敢夹带经文作弊，你可知罪？大人，我未曾夹带过任何东西，请大人明察。刘瑞，这小抄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大人，草民倘若真心存作弊之举，大可将其夹带至更隐蔽的地方，如何会堂而皇之放在书箱中？大人，我可以证明。证明什么？我和刘瑞乃是同窗，昨天在书院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偷偷摸摸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刚才一见才知，竟然是作弊用的小抄。我们也看见了，你们够了！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狡辩的？大人，草民冤枉！张大人，您是主考官，这夹带经文要如何处置？来人，给我狠狠的打，然后带上枷锁游街。从今往后，不许再参加科举考试。大人，算算时辰，差不多快开始了，也不知道今年的题难不难。放心，瑞儿不会有问题的。刚才那考生胆子可真够大的，张大人亲自坐镇，竟然敢夹带经文作弊，这有什么奇怪的？听说他家里穷得很，为了能高中，什么歪门邪道想不出来。现在他可惨喽，不仅要挨一顿打，带上枷锁游街示众，连以后参加科举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他叫什么来着？对，刘瑞。是瑞儿，瑞儿怎么可能会作弊？刘瑞，哼，大胆刁民，贡院种地，岂敢乱闯？还不快滚！不好，快去追！瑞儿，你没事吧？爹，
我没有作弊。爹相信你。你是何人？竟敢擅闯宫院！张大人，此人是刘瑞的爹，就是一个种地的。刚才在贡院外大放厥词，羞辱我们读书人。有这种爹，刘瑞作弊一点也不奇怪。就是说的没错。放心，爹一定还你一个公道。草民可以人格担保，刘瑞绝对不可能作弊，还请大人明察。人格？你这种卑贱之人又有何人格？你擅闯贡院，还不跪下认罪？赵大人，恕草民没有办法下跪。你，张大人，这等刁民藐视本官也就算了，但您可是陛下钦点的主考官，这要是传出去，怕是……哼！如此刁民，今日本官连同你一起打，看你跪是不跪！张大人，你打了草民，后果怕是承担不起。我承担不起，那本官今日就亲自动手，看到底承不承担得起。你微臣，张帆，朕在云城微服，身份暂时还不可暴露。陛下，那岂不是说他是太子殿下？不知者无罪，朕可以饶恕你刚才的僭越之罪。等下朕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张大人，这两个刁民大闹贡场，要被人说直接乱棍打死，方能以儆效尤。你为何要打下官？陛下重视人才，为此才有3年1度的科举考试，能来这里都是寒窗苦读的学子，岂能因为区区一张小抄就断定他作弊，毁了他的前途？再说，你看他相貌堂堂，气境轩昂，一表人才，绝对不会是那种舞弊之人。这张大人是不是失心疯了？怎么突然向着他们？张大人，这小抄从刘瑞的身上搜出来的时候，大伙都看着。倘若作弊，倘若如还不定罪，怕难以服众。没错，就算是从他身上搜出来，也不能断就是他的。保不齐是有人蓄意陷害，还请张大人好好调查，还我儿子一个公道。敢命令张大人？就按他说的办。草民，知道谁是凶手？太……所以，凶手是谁？大人，那小抄可否让草民一观？给你？你难道是想销毁证据不成？还不快给他！这纸条上所书并非是草民的笔迹，果然不一样。草民出门前曾仔细检查过书箱，里面断然没有此物，一定是刚才进考场的时候有人将其塞进去的。所以凶手
就在考场之中。可这儿这么多人，如何才能找到凶手？让每人写上一遍，校对笔记即可。好。您放心，小抄是我们2个用左手写的，刚才用的是右手，他绝对发现不了。算你的机灵。本官按照你所说校对了每个人的笔记，可是并无雷同。张大人，凶手已经找到了，就是他们，就是他们！你凭什么说是我们？自己和小超根本不一样。我们虽有过节，你也不能这么冤枉我们。刘瑞，蓄意诬陷他人，你知不知道是什么罪名？大人明鉴，我让众人抄写，并非为了核对笔记。那你是为了？回大人，那不过是障眼法，真正要核对的是书写的内容。内容有何问题？大人，请看，这小抄少了几个字，栽赃之人无心读书背错了，而这2份刚好也少了这几个字，所以凶手就是他们。好啊，哼，原来是你们！来人，给我狠狠的打！饶命！大人饶命啊！拖出去，永不准再踏入共场半步。瑞儿，你真不愧是爹的好儿子，能凭自己的本事自证清白。今天多亏了爹，可我不明白，为何张大人见了您就怕，还处处帮我们？爹，您是不是有事瞒着我？瑞儿，其实我……爹以前是张大人的教夫，是吧，张大人？不，是。可是爹，张大人似乎是第一次来云城，你怎么可能？傻孩子，那时候还没有你呢。爹当时在京城，就在张大人的府上当教夫，所以张大人才会那么照顾咱们。没错，你爹啊，轿子抬得好，他不在的这些年，我有多想他。真的是这样？可为什么？瑞儿，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赶紧进去，别耽误了正事儿。好。陛下，微臣演得不错吧？不错，未来朕自有重赏。多谢陛下。逆子，这么大的事情，为何事先不知会我？要是今天被抓到是你指使，你这辈子就完了，知不知道？爹，刘瑞那小子欺人太甚，我也是咽不下这口气才会出此下策。本来这件事儿子做的滴水不漏，谁能想到他的运气这么好？他那个卑贱的爹，竟然给张大人当过什么教夫？好了，眼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给我一句准话，状元之位，你有没有把握？本来儿子是有的，可是那个刘瑞学识确实在我之上。我之所以今日会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考上状元，给赵家争光啊，爹！区区寒门学子也配跟你争状元之位？大哥，大哥，这么晚了，你怎么突然来了云城？我来，当然是为了这次科举考试。你说有寒门举子妄想跟你抢状元，有大伯父在，状元之位只能是你的。多谢大伯父。对了，大伯父，这个寒门学子几次三番羞辱于我，甚至蔑视赵家和您，能否请您？他叫什么名字？
刘瑞，此人怎么和太子一个名字？如此狂妄之辈，怎么能高中甚至入朝为士？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定让他名落孙收。刘瑞呀，刘瑞，你不是自负读书好吗？等放榜的那一日，有你哭的时候。瑞儿睡了吗？睡了。那咱们可以开始了。陛下，您确定要在这里开始？开始？朕也是没有办法。瑞儿似乎已经对朕的身份有所怀疑了，哪怕是朱权现在都不安全。不说这些了，科举的结果你带来没有？陛下，这是翰林院所有主考官评定选出的本次科举的重榜名单，请您过目。这上面为何没有瑞儿的名字？难道说瑞儿没有考上？不会，瑞儿的才学朕心里清楚，即便没有名列三甲，进士之位还是没问题的，绝对不会榜上无名。秦风，你可知这是怎么回事？此次科举考试的名单是由主考官统一打分，再由丞相大人审核确定，应该不会有错。不过以防万一，微臣把前三甲和太子殿下的考卷也带了过来，请陛下过目。瑞儿是不是因为那天受伤的关系，所以没有发挥好？恰恰相反，瑞儿答得极好，绝对堪得上状元之位。那为何他没有高中？这也是朕想知道的。除非是什么人和瑞儿有过节，而且对方还有通天的本事，不让瑞儿的名字出现在这上面。赵景恒，朕记得这个赵景恒的父亲是云城知府赵武，而他的大伯父是丞相赵吉。不错，看来朕可能是错怪王御史了。笔墨伺候。切记，放榜之前，这上面的内容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以防又有不轨之人从中作梗。爹娘，爹，不好，瑞儿醒了。走你！陛下，秦统领从那么高摔下去，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哎呀，你别管他了，他轻功好得很。你先想想咱们俩怎么糊弄过去。爹娘，这么晚了，你们在屋顶上干什么？我和你娘看星星呢。可是今天晴空万里，也没有星星啊。哎，这你就不懂了吧？星星不在天上，在心里。哎呀，这叫夫妻情趣，瑞儿。等你以后娶妻了，自然就明白了。哦，对了，刚刚你们有没有听到有什么声音？好像是谁的惨叫声。瑞儿，你不是最近读书读傻了吧？这夜深人静的，哪有什么惨叫声啊？啊，是，哪有什么惨叫声啊？哎，瑞儿，明天咱们可要去京城看榜啊，你得早点回去休息啊。爹娘，你们看完星星也早点回去休息啊。瑞儿不会发现了吧？问题不大，不过此地不宜久留，快撤吧。房顶这么高，咱们怎么下去啊？哎，有朕在，怕什么？
房顶那么高，旁边也没梯子，怎么上去的？爹竟然有这么好的武功，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盼了这么久，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也不知道谁能高中。我听说这次新科状元的试卷赢得了当今陛下的青睐，他的前途绝对不容创去。这新科状元，等下咱们可要好好认识认识。这还用问？这次科举考试的状元，非我家少爷莫属。你家少爷是？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来自云城的赵景恒赵公子，是当今的丞相的侄子。我看他高中的可能非常大。原来是赵公子，失敬失敬。在下也觉得状元之位非赵公子您莫属啊。哟，刘瑞，你竟然也来了！哟，刘瑞，你竟然也来了！从云城到京城要不少路费吧？你赶到这儿看放榜，该不会是觉得自己能高中？这人谁啊？他呀，是我们云城出了名的寒门学子，父母就是个种地的。考试那天还因为疑似作弊，被当众打了个半死，只怕忘笔都困难。什么？寒门？还被打了个半死啊？没错，赵景几次三番羞辱瑞儿，着实可恶。你在这儿等着，这儿交给我。本少爷劝你还是趁早滚回家，省得在这儿丢人现眼。瑞儿，你要相信你自己，更何况狗可以咬你，你呢，可不能咬狗。你说谁是狗？在这里狂吠的除了你，好像也没有别人吧？那老废物！上次是因为你运气好，有张大人在，你才逃过一劫。这次你敢羞辱本状元，信不信我让你死得很难看？状元尚未放榜，你又哪来的脸敢自称状元？不错，皇榜未出，乾坤未定，你凭什么就能肯定自己可以高中？凭什么？我大伯父可是亲口告诉我。凭什么？我大伯父可是亲口告诉我。你说是谁告诉你的？本少爷就是知道，并且可以十分确定。至于怎么知道的，你们管不着。看来这次科举的结果果然是丞相的杰作。口说无凭，一切等放榜之后自有分晓。不知死活！既然你不相信，又这么有自信，那我们打个赌。你想怎么赌？很简单，要是这榜单上没有你的名字，你呢，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你要是金榜题名，哪怕是最末流的进士，本少爷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你跪下磕3个响头。这不好吧？都是读书人，又是钻胯下，又是下跪的，是不是有辱斯文？我爹说的没错，赵景恒，我根本没有跟你打这个赌。什么狗屁有辱斯文？我看你们就是怕了，连打赌都不敢，还说自己您高中，怕不是在搞笑？没错。好，这可是你说的，等下可千万别后悔。哈哈哈，本少爷要是后悔，名字就倒过来写。你们看，放榜了！吉时已到，放榜！现在公布的是进士名单，
本次科举高中进士者共计100人，是90名，我也中了，是35名。刘瑞，你输了，这榜单上根本就没有你的名字。我就说你这种穷酸之人根本考不上，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怎么会？别着急，这只是进士的名单，3甲的名单还没出呢。你刚才说什么？我耳朵没出问题吧？进士他都考不上，你还指望他还能考上3甲？告诉你，绝对不可能！不妨实话告诉我，我大伯父贵为当朝丞相，拥有这次科举的最高决策权，是他亲自指定我为状元，而我则亲口让他从榜单上抹除了你的名字。怎么样？是不是很恨我？你卑鄙无耻！卑鄙无耻！没错，我就是卑鄙，是无耻，但那又怎么样呢？胜负已分，你已经输了。想打我是吧？不妨掂量掂量殴打新科状元的下场。来吧，现在就从这里钻过去，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钻过去，有福气。不想钻也可以，那就让你那个废物爹替你钻。哎，你看，那不是刘瑞吗？你们看，又要放榜了！这次是3甲的榜单。等放了榜，本少爷再好好收拾。现在公布前3甲的名单。快看，皇榜出来了！这怎么会？现在公布前3甲的名单。你们看，今年的新科状元是刘瑞。啊！瑞儿，你太棒了！这不可能，怎么会？刘兄，恭喜刘兄高中状元！刘兄真是好本事，一举拿下状元之位，以后还要多多关照我们啊！刚才还有人在这里大言不惭说自己是状元，我当时就在想，怎么会有人提前知道自己能高中？原来都是吹牛啊！哼，我们差点也被骗了。我没有吹牛，我就是状元，这榜单肯定是假的，是他伪造的，是他伪造的！赵锦恒，这可是皇榜，你说这是假的，又有什么是真的？赵锦恒，还不快滚！还不快滚！赵锦恒，你输了，按照约定，请吧。你输了，按照约定，请吧。刘瑞，就你这种卑贱之人，也想让本少爷给你下跪？做梦去吧！不能走，不能走！你先是冲撞状元郎在先，明明立下赌约，现在竟然还拒不履行，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人？你还差点连累我们也得罪了状元郎，给我回来吧你！瑞儿，人生在世，不该心软的时候，绝对不能心软。真狼狈啊！刘瑞，就算你高中状元又如何？
不过就是入朝为官罢了。咱们走着瞧。凡新科状元榜眼探花觐见。微臣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吧。谢陛下。状元郎，朕近来身体不适，所以才以面纱掩面，不必觉得奇怪。陛下恕罪，是微臣僭越了。为什么陛下的声音和爹的这么像？刘瑞，科举考试，你写的文章朕都看过，朕觉得你是个极具想法和抱负的青年才俊，所以朕打算任命你为翰林院侍诏。这翰林院侍诏不是区区九品官吗？这刘瑞可是新科状元，陛下怎么能就给他这样的官职？要我说，肯定是因为这状元郎出身寒门，能进翰林院已经是他的造化了。虽然这个官职不高，但却是最适合你这样的年轻人锻炼的地方。刘瑞，你可有异议？微臣谢主隆恩。时候不早了，你们都退下吧。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都退下。是。陛下，你可真厉害，当着瑞儿的面，竟然还能如此镇定自若。要是臣妾，肯定吓都吓死了。皇后，快扶朕一把！哎呦，轻点，轻点！亏臣妾还夸你，我瞅着你还不如臣妾我呢，一点疼都忍不了。那朕不也是害怕瑞儿发现吗？方才在朝堂上，朕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不过陛下，之前说好了，等科举结束，你就找机会告诉瑞儿真相。现在你不仅什么都没说，还只给他封了一个九品芝麻小官儿。你是还嫌他吃的苦不够多吗？朕也是一番苦心。你也看到了，科举这么大的事情都能被人随意操作，这大旗看上去国泰民安，可是私底下怕是已经烂到根里去了。可这跟瑞儿当官有什么关系？他一个九品小官能改变什么？这你就不懂了。他在那个位置上，能接触到朝堂底层的人和事，能看到很多在这皇宫里看不到的东西，也能避开那些明枪暗箭，慢慢成长。陛下，你大道理多，臣妾说不过你。可如今瑞儿都老大不小了，寻常人家的儿子到了这个年纪，早就娶妻生子，安稳度日。他倒好，还要在宫外继续过苦日子，臣妾看着心疼。对了，安国公的孙女正当妙龄，知书达理，温婉贤淑。等下朕下一道圣旨，将她赐婚给瑞儿。等来日瑞儿回宫，她便是太子妃，甚至是未来的皇后。这样你可满意？臣妾多谢陛下，陛下英明。先不想这些了，咱们赶紧换衣服出宫，别让瑞儿察觉到异常，露了马脚。大伯父，你要为侄儿做主啊！昨日放榜，那刘瑞高中状元后，不仅出言对我羞辱，还当众逼我下跪。倘若真有一天让他飞黄腾达了，咱们赵家怕是没有好日子过了。岂有此理！大哥，你之前明明选了景恒为状元，为何后来会变成那个刘瑞？陛下在宫中养病10余年，只有要紧的朝政才会过问。说来也奇怪，这次的科举他竟然如此上心，心血来潮查看了全部考卷，那个刘瑞的文章写的的确是好，因此才会入了陛下的眼。
这刘瑞的运气怎么每一次都这么好？大哥，陛下不会怀疑什么吧？应该不会。倘若真的有所怀疑，早就传我过去问话了。不过对于这个刘瑞，你们也无需太担心。呵呵，他出身微寒，身后没有氏族门阀撑腰。哼，陛下不过是册封了一个区区翰林院代诏罢了，而我已经为你谋了一个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侄儿，多谢大伯父。少爷，还是您厉害，这翰林院编修比刘瑞的官位高了整整2阶，到时候他还不是都要听你的？所以说，状元又如何？还不是本少爷的手下败将。我沈云贵为国公府的嫡女，身份如此高贵，竟然要嫁给区区一个9品芝麻小官，简直就是个笑话！小姐，那刘瑞好歹也是新科状元，又是当今陛下亲自赐婚，您就少说2句吧。过几日就是小姐您的及笄之礼，不如多想点开心的。也是，走吧。沈云，前面那个是不是安国公府的嫡女沈云沈小姐？本少爷听说陛下把她许配给了刘瑞，就是她。安国公府辅佐3代君王，在大齐地位非同一般，这沈小姐哪怕配当今太子都可以，竟然赐给刘瑞这种寒门，也不知道陛下怎么想的。还能怎么想？无外乎是封了个9品官，怕他心中不满，所以用赐婚来安抚。你说，倘若本少爷就抢了刘瑞那个废物的女人，他会如何？只怕他要在京城彻底沦为笑柄了。走，跟上去。瑞儿，今日可是沈小姐的及笄之礼，你和沈小姐是陛下赐婚，等下过去了，一定给她好好庆祝庆祝。可是娘，那沈小姐儿子并不淑贤，又如何能结为夫妻？傻小子，这个沈小姐出身高贵，还知书达理，你见了肯定会喜欢的。你怎么好像对她很了解一样？我就是听人说的，时候不早了，你快去吧。刚走，咱们前2天回宫，新科状元就是太子的事情，没有走漏风声吧？放心，臣妾里里外外都交代好了。再说，瑞儿离宫的时候才6岁，现在长这么大，不会有人认出她的。那就好。可朕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有些不安呢，好像总觉得把什么重要的人给忘了。难不成是我的错觉？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瑞儿，真的是瑞儿！方若，你看见了没有？看见了，一晃多年，太子殿下长大了。快，咱们过去！太后，你忘了陛下和皇后之前是怎么嘱咐的吗？他们在宫外穷养太子，咱们要是暴露了，可就不好了。都怪哀家那个杀千刀的儿子，害得我们祖孙分离不说，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了，也不能相认。哀家有办法了。
瑞儿，奶奶，我可算是见到你了。你说你是我奶奶？没错，你的名字叫做刘瑞，今年18岁，你屁股上还有一个红色的月牙状的胎记。你真是我奶奶？可问题我怎么从来没有听我爹娘提起过？还有你为什么会在京城？我知道了，是不是爹他后来不在京城抬轿子，去了云城种田？云城又路途遥远，所以没带你。抬轿子、种地，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对，就是抬轿子。那时候我身体不好，只能跟你方姑姑留在京城。那你们这些年在京城是怎么生活的？捡垃圾，对，捡垃圾为生。奶奶，这些年您受苦了。不过您放心，孙儿我现在已经入朝为官，下个月就能有俸禄了，1个月有10两银子呢。什么？10两？奶奶，你是不是很开心？10两就把你高兴成这样？这些年你过的到底是什么苦日子啊？奶奶是为你高兴。不过奶奶，孙儿现在要去国公府参加沈小姐的及笄之礼，要不你们先回家，晚上孙儿再好好跟您叙叙旧。你要去国公府赐婚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未来的孙媳妇儿，奶奶一定要见见。奶奶跟你一起去。今天真是走的狗屎运了，竟然有人拿这么好的东西换咱们的乞丐服。这有钱人的生活还真有意思。坏了，这第一次见孙媳妇儿，空着手像什么话？要不咱们现在去买？瑞儿，奶奶，我忽然想起昨天捡的垃圾还没来得及卖，我们去就回。奶奶，这里这么多男人，怎么会让一个弱女子拿这么重的东西？我帮你。公子，谢谢你，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你怎么才回来？磨磨蹭蹭的，赶紧到前厅去，别让小姐等急了。好。哼。沈姐姐，今日是你的吉灵之礼，妹妹在这里恭喜姐姐了。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还有我的。诸位姐妹客气了，今日各位能来就好，还不赶紧给各位小姐看茶？可是我让你看茶没听见吗？这人是谁啊？看着也不像是下人。你有所不知，这沈清是国公府的庶女，据说她的生母是后院撒草的婢女，卑贱的不得了。我说呢，原来是个庶女。就这种下贱胚子，别说端茶倒水，在我们家都是任由我随便打骂。姐姐，请喝茶。贱人，你想烫死我啊！小姐，您的衣服，这可是上好的蜀锦，是夫人为了今日的及笄之礼，提前半年让人定制的，这可怎么办？贱人，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想让云儿当众出丑。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还敢狡辩，看本小姐不抽死你！小心！姑娘，你没事吧？多谢公子。沈清，
看不出来，平日你一副清纯的模样，私底下竟是个还会勾引男人的贱货。张姐，我没有。够了，他到底犯了什么错？你先是无缘无故殴打他，你现在又不分青红皂白羞辱他。无缘无故，本小姐可是国公府的嫡女，她一个庶女，在这儿连狗都不如。本小姐想怎么对就怎么对。众生平等，在我大齐从来没有嫡庶之分，请你立刻跟他道歉。你让我女儿跟他道歉？你是哪里冒出来的狗东西，敢在这里教训我女儿？在下乃是新任翰林院代招刘润。应该差不多还能赶上。去，这可是国公府，你们两个乞丐也敢往这儿闯，是想进去白吃白喝啊？我家主子是来找孙子的，顺便参加你家小姐的及笄之礼，你可别不识抬举。主子，请帖呢？拿出来我瞧瞧。请帖我是没有，但是这个你可看清楚了。快去禀告国公大人！在下乃是新任翰林院代召刘瑞。他原来就是新科状元。小姐，他就是那个刘瑞，你怎么来了？在下听说今日是国公府沈小姐的及笄之礼，所以专门过来附和。本小姐的及笄之礼跟你有什么关系？难道你就是沈云沈瑞小姐？儿，我回来了，快让我看看孙媳妇在哪儿。就是她，孙媳妇儿，快让奶奶好好瞧瞧。哪里来的乞丐也敢碰本小姐，脏死了！沈小姐，你怎能如此无礼地对待我奶奶？你说什么？你自己是个芝麻小官也就算了，你奶奶竟然还是个乞丐！这刘瑞长得倒是一表人才，只可惜不仅官职小，家境还如此不堪。没错，不过你们今日来了正好，也不麻烦本小姐多跑一趟了。各位，陛下前些日子将我赐婚给了新科状元刘瑞，今日本小姐就在此宣布，我国公府要退婚。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耳朵聋了？本小姐说要退婚。我奶奶好歹也是你的长辈，你怎能如此跟她说话？什么长辈？她也配？刘瑞，我知道你舍不得这门婚事，毕竟像你这种癞蛤蟆，难得有这种吃天鹅肉的机会。只可惜我们国公府不是你这种出身可以高攀的。识相的就赶紧同意退婚，这门婚事是当今陛下亲自赐下的，你只能说退就退，你就不怕被陛下知道了？实话告诉你，本小姐早有婚约在身，就算陛下知道了，也不会怪罪。婚约？本公子就是沈小姐的未来夫君。是你？这位是？在下乃是新任的翰林院编修赵景恒。他莫不就是丞相大人的侄子赵景恒赵公子？这赵公子不仅家世显赫，年纪轻轻就担任编修一职，前途不可限量啊！你科举考试榜上无名，如何能进入翰林院，甚至担任编修？你当人人都是你啊？需要寒窗苦读才能入朝为士？像我这种世家出身，谋个一官半职，简直是易如反掌。刘瑞，见到本官也就是你的上司大人，还不速速下跪行礼？还不速速下跪行礼！不肯跪，刘瑞，蔑视上司，你知不知道是什么罪名？你的官职只是大我2级，在大齐3级以上者才需下跪行礼。
下官拜见编修大人。刘瑞，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在这里跟本官玩文字游戏。我和这个沈小姐压根就没有什么婚约，不过是她看不上你，是吧，沈小姐？刘瑞好歹也是新科状元，结果被当众退婚，还被如此侮辱，简直笑死人了。那也是他不自量力，也不看看自己的出身，真以为仗着有陛下赐婚，沈云就会嫁给他。没错，所以识相的就乖乖退婚，我国公府还可以放你一条红路。你要是敢在这里对本小姐死缠烂打，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死缠烂打啊，你也未免太高估自己了吧？你看不上我，同样的，我也看不上你。今日不用你说，我也会去退婚。你说什么？奶奶，我们走。走？我们为什么要走？你，还有你，你们算哪根葱？竟然敢这么欺负我孙子！你算哪根葱？竟然敢这么欺负我孙子！幸亏我今天来了，不然还看不到你这面目。要是真让瑞儿娶了你这种人，才真是我们刘家家门不幸！你敢羞辱本小姐？羞辱你怎么了？我今天羞辱的就是你！像你这种人，给我孙子提鞋都不配！瑞儿，你放心，今天奶奶一定替你讨回公道，让欺负你的人全都付出代价！真是笑死我了！就你们这种卑贱之人，还让我们付出代价？你别以为你孙子是状元有多了不起，在国公府面前就是区区蝼蚁。你们有谁愿意吗？怎么，你们没有人愿意？死老太婆，我看你就是认不清楚现实，还真以为自己的孙子是什么香饽饽。我愿意。老爷，出大事了！出什么事儿了？慌慌张张的。今日是云儿的及笄之礼，那边一切可还好？老爷，你先看看这个。这拐杖的主人呢？好像去参加大小姐的及笄之礼去了。快，带齐人手，准备接驾！我愿意。你失心疯了吧？胳膊肘往外拐，竟然说愿意嫁给他？刘公子今日帮了我2次，再说他一表人才，所以我愿意。好啊，贱人，我看你今日就是专门过来跟本小姐作对来了。不过也是，就刘家这种寒门，你嫁过去，喂喂猪，种种地，刚好不都是你擅长的？这位姑娘，你可真是好眼光。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之前对你没有印象？我叫……她叫沈清，是我们国公府上不得台面的庶女。你们老刘家这次捡到宝了？沈清是吧？我刘家本就是出身不一，从不以出身论人长短。今日我做主了，就让你嫁给我们瑞儿。还不快把我给孙媳妇准备的礼物拿上来！是。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个破麻袋，就这里面装的，十有八九就是垃圾。刘瑞，你这奶奶还真是好笑，垃圾都能当做见面礼。一袋子垃圾，放在这里臭死个人了。来人，还不把这些垃圾全给丢出去！住手！莫不是至少价值10万两？还有这个上好的琉璃花瓶，我之前在珍宝斋见过，可是那儿的镇店之宝。这刘瑞家里不是寒门吗？哪里来的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奶奶，这些东西……瑞儿，你别管，今天的事情交给奶奶。啊呸！
什么万里江山图，什么琉璃花瓶，我看就是假货。你们不想想，这些东西如果是真的，随便一件就是万金之数，他们刘家还犯得着当乞丐吗？好啊，刘瑞，今日是本小姐的吉币之礼，你奶奶带了这么多假货过来，该不会是打算一开始送给本小姐的吧？幸亏我们提前跟你退了婚，不然要是被人知道家里有假货，岂不是要被京城的勋贵之家笑死？你们敢毁了我的东西！我们今天不仅要毁了这些假货，还要连你们一块儿收拾。来人啊！把他们3个，还有这个贱人给本小姐扔出去！你敢对我动手，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能是谁？区区乞丐罢了，还不快动手！好啊，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我乃当今微臣接驾来迟，请太后娘娘赎罪。太后！微臣接驾来迟，请太后娘娘赎罪。太后，好啊，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我乃当今这刘瑞。爹娘，你们怎么来了？不好意思啊，我娘啊年纪大了，我们就先带她走了。跟我走。给本小姐站住！算了，走了就走了，正好落得清净。尤其是沈清那个小贱人，就让她嫁给那个刘瑞，到时候陛下问起，就说他们2个私奔，把锅甩到他们头上。母亲说的极是。爷爷，你怎么来了？还有您刚才说什么太后？没错，你刚才有没有看见太后娘娘？你意思是太后来了，孙女的生辰宴？没看到啊。不应该呀。那你有没有见到什么奇怪的陌生人？尤其是位老妇人。老妇人？难道说老妇人？难道说……爷爷，这老妇人刚才的确看到一个，但绝不可能是太后。你如何能肯定？那老太婆就是个乞丐，太后金尊玉贵，如何也不可能一身破补丁的衣服，还背个麻袋吧？说的也是，难不成太后只是刚好路过了一下没进来？记住，最近但凡是见到什么可疑之人，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放心吧。母后，没有朕的本许，谁让你私自见瑞儿的？哀家就是要去见孙子，怎么地吧？哀家有没有暴露身份？你们凭什么不让见？没有暴露身份，这万里江蛇图、琉璃花瓶，还有这么多翡翠镯子，感情你把整个京城的奇珍异宝全都一锅端了啊！那哀家不也是为了给孙媳妇儿留个好印象？什么好印象？别说瑞儿那么聪明，就算是个脑子有问题，看一眼也都能发现。幸亏朕忽然想起来把你给忘，不然可就全露馅儿。你别光说我，哀家还要问问你。瑞儿明明是新科状元，结果却只能当个九品官。那个什么狗屁赵景恒，名落孙山，却成了翰林院的编修，你觉得合适吗？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赵景恒是翰林院的编修？这不可能吧？在大齐，只有身有功名才能入朝为士。那赵景恒既无功名在身，如何能成为编修？陛下，今日老奴也在场，
太后所言千真万确。其实，太后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暴露身份，为此还不惜和乞丐交换了衣服。实在是那个赵景恒和国公府的沈小姐欺人太甚，不仅当众退婚，还对太子殿下百般羞辱。您真的错怪太后了。母后，是儿子错了，没有体谅您的一番苦心。这还差不多。还有，今天要不是哀家，你还得不到这么好的儿媳妇呢。母后，你是说那个跟着一块回来的沈小姐？没错，就是她。可是这沈小姐，臣妾之前并无了解，她和瑞儿真的合适吗？哀家活了一辈子了，看人的眼光还是没问题的。你们若还是不信，不信你们自己去瞧瞧。沈小姐，你的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伤？我是家中庶女，嫡姐平日里只要心情不好，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对我打骂。其实我还算好的，至少能有口饱饭吃。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庶女，在那些深宅大院里死了，可能都没人知道。就因为是庶出，难道就活该卑贱，一辈子屈居他人之下？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刘公子，我能明白你的心情。我们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却只是因为出身不好，便被百般羞辱。我之前就曾想过，倘若有一天我有能力，一定要改变这一切，不让更多同我一样出身的女子受辱。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在天边相聚，多么想与你一起飞越天荒地老的距离。天是那片洁白的玉。怎么样？哀家的眼光没错吧？这位沈小姐当真是个好姑娘，倒是有几分你年轻时候的样子，看着柔柔弱弱的，其实心里是个有想法的。是啊，是个好孩子。不仅如此，哀家还能看出，其实瑞儿对他也有心思。如果这样的人来日成为皇后，母仪天下，才真是天下女子之福。你们快看！你们继续。放心，我们什么也没看到。母亲，等一下，爹，儿子有话跟你说。你们都先进去吧。瑞儿，今天的事情爹都听说了，你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是大丈夫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又哪有不受委屈的呢？爹，我在意的并不是自己受委屈，而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看到了很多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大齐如今国泰民安，但如果没了公平二字，又如何能说是真的清平世道？话虽这样说，但是在这个时代，选择和光同尘，默许这些规则的存在，才能明哲保身。所以你会选择这么做？恰恰相反，儿子想要去改变这一切。你想怎么做？近来发生的事情，桩桩件件都和丞相脱不了干系，所以儿子要去状告当今丞相赵佶，惩治奸臣，清君侧。瑞儿，你可知这么做是非常危险的？儿子不怕。瑞儿，你放心，无论你做什么，你爹我都永远会坚定的支持你。
你是什么人？大早上的在这里击鼓鸣冤？大人，他就是那个新科状元，被陛下封了九品官的刘瑞。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我要状告当今丞相赵佶徇私舞弊、结党营私。景恒，对了，那个刘瑞怎么样了？大哥，您的棋艺果然精湛，弟弟我实在是佩服。说起这个，还是大伯父您厉害。上次在国公府，他知晓我成了编修，当场脸就黑了。这次绝对能让他彻底明白，就他这种蝼蚁，根本斗不过我们。对了，我听说你从他手上把国公府的嫡女给抢走了，这件事做得不错。回头你们两个要是成了亲，我在前朝也能更有助益。多谢大伯父夸奖。大人，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是那个新科状元刘瑞，他去应天府击鼓鸣冤，状告您卖官鬻鸾，当头伐逆。说什么？这个刘瑞真是好大的胆子！一个毫无背景的寒门，竟敢状告当今丞相！大哥，区翰林院待之不足为惧，你只需和那应天府领知会一声，让他解决即可。之前参您的那个王御史，不就是个例子？你知道什么？倘若他是上书弹劾，我不过是动动嘴皮子，那弹劾的奏文就能到我的手上。可是，一旦去了应天府击鼓，事情可就不一样了。这有什么不一样的？无知！你想想，那么多百姓看着，而且状告的还是本官，这件事肯定闹得满城风雨，不日就会传入陛下的耳朵里。再想不去，哪有那么容易？那该怎么办？大伯父，您身为丞相，该不会真要去跟那个刘瑞对簿公堂吧？事到如今，能先下手为强。大哥，你的意思是，只要状告的人消失了，这件案子便会不了了之？还是大伯父您高明，这事儿不如就交给侄儿我来办，我保证一定将这件事办得漂漂亮亮。行，这次就看你的了。刘瑞啊，刘瑞，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这次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奶奶呢？怎么今天没看见她回来？是这样，你奶奶啊，住不惯这么好的房子，先回自己的茅草屋去了。这怎么能行？我现在就去接奶奶回来。等一下，瑞儿，其实你奶奶走是操办你和沈小姐的婚事去了。操办婚事？爹，娘，我和青儿已经商量过了，家里的条件不允许，我们婚事一切从简，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就行。是啊，能和瑞郎在一起，我的心里就很知足了。你爹我倒是想一切从简，奈何你奶奶要死要活不同意。好在是过些日子，也不用继续伪装，能告诉你一切了。伪装？告诉我什么？没什么，快吃菜。爹娘，你们两个其实有事在瞒着我，对不对？哪有？你想多了。一定有。出什么事了？快出去看看！
刘瑞，你肯定想不到，咱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是你，赵景恒，你大晚上带这么多侍卫来我家里做什么？我做什么？你大胆包天，去应天府击鼓鸣冤状告我的大伯父，你还好意思问我要干什么？不过，只要你愿意去应天府收回状纸，并承认是自己蓄意诬告，辞官回乡，本公子可以考虑留你一条狗命。否则，本公子让你和你的这些刁民再也看不见明天的太阳。天子脚下朗朗乾坤，你我还是朝廷官员，却在大晚上擅闯民宅，意图草菅人命，还有没有王法？哈哈哈哈哈！王法在这京城里，我们赵家就是王。再说你们这些刁民死了，又有谁会知道？最后问你一次，你去是不去？不去。好啊，不去是吧？那我也无需跟你废话了。所有人听令，给我放火！我们走。升堂威武！丞相大人，劳您大驾，还亲自到这里一趟。不打紧，既然有人击鼓鸣冤，状告本丞相，那本丞相哪怕公务再繁忙，也肯定是要来的，如此才算是公平嘛。是。丞相大人说的是。丞相大人，您请。那些人已经死透了吧？放心吧，大伯父，昨夜可是我亲自放的火，等外面没了动静我才走的。人绝对死得透透的。这件事你办得不错，等风头过去，我就给你升官。多谢大伯父。都这个时辰了，这原告刘瑞怎么至今还没到？府尹大人，小的已经让人去传唤过了，但是没有找到人。府尹大人，按照大齐的律例，凡是原告不到者，一律按照败诉处置。说得不错。等这炷香烧完，如果刘瑞还不到，就立刻结案。由于原告刘瑞至今未到，本官宣布，慢着！刘瑞，你不是……我不是什么？你是想说我不是应该死了，甚至葬身火海，没错吗？只可惜，你失算了。救命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啊！爹，这是你什么时候挖的？就赵锦恒那些人，你爹我早就料到他们可能会痛下狠手，所以早有准备。快点走，不然等下就来不及了。开什么玩笑？你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要是得罪了丞相，我的乌纱帽可就保不住了。事到如今，只能先收拾了这个刘瑞。大胆刘瑞，一刻知罪！大胆刘瑞，一刻知罪！下官不知所犯何罪，还请明示。今日升堂，你无缘无故姗姗来迟，甚至让丞相大人和本官在此久等，还说不知自己所犯何罪。你把我大齐朝堂的威严置于何地？回大人，今日升堂定于戌时3刻，我来的刚刚好。
这烛台里的香烛也尚未燃尽，如何能是来迟？你还敢狡辩？既然府尹大人说下官是狡辩，那下官不如就辩上。今日审案，我是原告，丞相大人乃是被告，我大齐的公堂哪有原告站着而被告坐着的道理？你就是说的没错。本官身体不好，府尹大士体恤本官素来辛劳，所以派人抬了把椅子坐着等待。既然你对此有异议，那本官站着就是。如今人已到齐，府尹大人就请升堂吧。刘瑞，本官问你，你状告丞相状纸上所列名目，可有证据？回大人，他就是证据。回大人，他便是证据。刘瑞，你胡说八道什么？按照我大齐律法，身有功名者才可入朝为士，而赵景恒身无功名，却能成为翰林院编修。整个翰林院人人皆知，他能进翰林院，皆是出自丞相赵佶之手。岂有此理！我们寒窗苦读10余载，也未必能高中谋个一官半职。就算有朝一日高中，也不过像刘瑞一样当个9品官。而他赵景恒呢，仗着和丞相的关系，一入仕便是编修职位，简直寒了天下学子的心。这种事情早就见怪不怪了，也就刘瑞有这种胆识，敢戳破这层窗户纸。就是刘瑞，我们支持你。肃静！景恒能进入翰林院，确实是本官所为。看他承认了。你们急什么？本相话还没说完呢。在大齐，的确是没有功名不能入朝为士，但还有一条规定，只要对国家有突出贡献者，便能破格录用。臣不知他有何突出贡献，把证据呈上来。这些书位都是我的侄儿赵景恒在云城读书期间所写，其中不乏治国理政，甚至还有发明创造，足以证明我侄儿的才能和抱负。丞相破格录用，有何不可？刘瑞，你还有何异议？回大人，这里面的几篇文章我之前看过，乃是出自几个寒门同胞之手，断然不可能是赵景恒所写，分明是你偷了他人文章，据为己有。这些不过是你的猜测，公堂上说的可是证据。我要求传那几个寒门师子过来作证。没问题。说来也巧，你口中这些所谓的寒门学子，这几日正好在本丞相的府中做客。传人证！你刚口中所说，是不是他们？是。本官问你们，刚才刘瑞说这些文章乃是出自你们之手，此事可当真？你们为什么不说话？放心，这里是应天府，你们有何冤屈都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回大人，那些文章，那文章的确是出自赵编副之手。是啊，大人，我们就是一读书人，怎么才能写出这种振聋发聩的文章呢？那些文章的确是出自赵编部之手啊。你们身为读书人，竟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文章被剽窃，都这样，还要无动于衷吗？大胆刘瑞！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大人，
我大伯父身为当朝丞相，知人善任，一心为了朝廷，可现在却因为有人嫉妒，害得他名节受损。若不严惩，日后人人效仿，后果不堪设想啊！大人说的不错，来人，行刑！不，刘瑞，你确实有几分魄力和胆量，但是你找错了对象。在这京城，甚至是大齐，就算它是黑的，本相也能把它变成白的。和本丞相作对，你也配？你等我！我知道你不服气，想去找证据，可是夫人大人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赵景恒，多行不义必自毙，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的。你还是太天真了，这次啊，死定了！皇上驾到！皇上驾到！陛下怎么会到这里？大哥，这都不知道，肯定是陛下听说有人胆大包天，告于你。这是替你做主来了，都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接驾！吾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刘瑞，你完蛋了！我大伯父辅佐陛下这么多年，难不成你以为陛下会向着你啊？说不定等下陛下就让你拖出午门斩首示众。起来吧。谢陛下，谢陛下。爹，爹。娘，陛下，你怎么了？没什么，皇后，咱们这么多年的辛苦真的没有白费。现在的瑞儿绝对是一位可堪大任的合格的太子，不，甚至是帝王。谁说不是呢？瑞儿现在要去状告丞相，丞相朕了解。这么多年，他能在朕的面前伪装得如此之好，说明他是个城府极深之人。只凭瑞儿肯定不行，是时候给他找个帮手了。帮手？现在上哪儿去找帮手？那个帮手就是我。太好了，盼了10几年，我可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刘瑞，你这会子叫爹叫娘也没用了，陛下已经到了，你等着受死吧！你不是刘瑞他爹吗？你不是刘瑞他爸吗？大胆刁民，竟敢身穿龙袍还冒充陛下，还不赶紧滚下来！混账东西！陛下面前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大伯，你说他是陛下，可他明明是刘瑞的爹呀！是啊，大哥，这人我云城见过，千真万确是刘瑞的爹，没错。陛下一直对外称病，听说是去了民间培养太子。难道说你们为什么不早说？陛下，微臣错了。所以刘瑞的爹是陛下，那岂不是说丞相错在何处啊？微臣身为当朝丞相，却对家人管教不力，
致使臣的弟弟和侄儿在云城嚣张跋扈，胡作非为，臣有管教不严之罪。确定只是管教不严之罪。今日朕虽然坐在这里，但也只是旁听罢了。既然原告是翰林院代召刘瑞，那就听听他怎么说。是。我问你们，你们刚才口口声声说那几篇文章是赵景恒所写，没错吧？没错。那就奇了怪了，这上面提到的家乡是锦州，赵景恒可是土生土长的云城人。陛下面前还敢说谎吗？陛下赎罪，陛下赎罪！实在是丞相用权势威逼利诱我们不得已才将自己的文章贡献给了赵景恒。是啊，我们写一篇文章也不容易，若非迫不得已，怎么可能会轻易出让？还请陛下明鉴。你们，丞相大人，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说？陛下，这件事微臣根本毫不知情，一定是他们二人打着微臣的幌子胁迫他人，微臣也是受害者呀！韶光忘完了，你们也要完蛋。事到如今，你们必须扛下了这些。陛下，这些的确都是微臣所为，不关丞相的事情。好，既然你说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那昨夜指使赵景恒到我家中放火，想要烧死我的人有谁？是我干的，跟我大伯父没有任何关系。刘瑞，这是我跟你的私人恩怨，跟我大伯父没有任何关系。那你听听他怎么说。是丞相赵佶指使赵景恒杀人灭口，往事交代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丞相，还有话要说吗？微臣，大人，将他们三人拿下，骂出官池，打入天牢，听候发落。微臣参见陛下。如今这里只有你我父子二人，你还摆出这些虚的做什么？因为微臣现在实在是不知，到底是该叫你爹，还是应该叫您陛下。瑞儿，爹并非是故意瞒着你，实在是当初迫不得已。你是陛下，何来什么迫不得已？臣妾让你早点跟瑞儿说，你倒好，一直拖到现在。臣妾看瑞儿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了，你可怎么办？事到如今，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宣旨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30载，自负勤政爱民，可却纵容丞相等奸逆之臣，大行其道，实在是辜负了天下万民。特发此诏书，将朝廷一切朝政交给太子刘瑞来管。钦此。瑞儿，如今朕把这江山都给了你，如此，我还是你那个种地的爹，这样就不算爹骗你了吧？这么大的江山，就儿子这点本事可打理不好。等儿子跟您再多学习几年再说。这样才对嘛，父子之间
哪有隔夜仇？对了，青儿呢？我怎么今天没看见她？她是不是还不知道这些？傻孩子，明日就是你们大婚，当然是让她先回府中待婚。至于真相，等明日你去接亲的时候，不就知道了？那奶奶不对，是皇祖母，她人呢？你皇祖母在安国公府受了一肚子的气，就等着今天去报仇雪恨，到时候你自然就看到她了。好了，云儿，你只是运气不好，谁能想到丞相会被陛下罢出了官职，那个赵景恒也跟着锒铛入狱。不过好在是你还没嫁过去，所以咱们也没什么损失。那有什么用？及羲之礼上，女儿当众说与他有婚约在身，如今女儿只怕都要被人给笑死了。对了，我可听说太子殿下回宫了，云儿，你可要抓紧机会。太子殿下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傻呀！放眼整个京城的贵女，有几个地位容貌在你之上？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没准将来能母仪天下。娘，你说的对，比起什么狗屁赵景恒，能够嫁给太子，才真是风光无限。刘瑞正直，是个值得托付终身之人，他的父母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人，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死鸭子嘴硬，等你嫁过去就知道了。刘家来人了！刘家来人了！哼，来人就来人，有什么好激动的？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怎么样，接亲的队伍是不是特别的寒酸？那个刘瑞该不会是驾着牛车来的吧？那还用问？就他那个家庭条件，还有他那点微薄的俸禄，别说买马车，就是租怕都租不起。不用牛车，难道让新娘子走回刘家去啊？不，迎亲的队伍从街头一路排到了巷尾，十里红妆，壮观的不得了。这怎么可能？很穷，刘家那么穷，还十里红妆，叶家没出问题吧？不是，小姐，你们要是不相信，去看看就知道了。这刘家不是都穷得揭不开锅了吗？哪里有钱弄这么大的排场？我是来接青儿的。青儿，我来接你。站住！刘瑞，你们刘家不仅穷，还好面子。为了这迎亲队伍，只怕是到处筹了不少钱吧？在面子活受罪，你嫁过去是要替他还债的。还债是不存在的。这次成婚呢，也是按照标准的规格礼制走。说起来还要感谢沈小姐当日退婚的大恩，不然我也不会遇到青儿这么好的女子。呸！刘瑞，本小姐当真是给你脸了？这里好歹是国公府，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也敢在本小姐面前蹬鼻子上脸？就是，还什么规矩礼制的？你以为自己是当朝太子，婚还讲究这些排面？娘，这个刘瑞当众给女儿难看，你要替女儿做主啊！来人，他给我绑了！我看谁敢动我孙子！哎呀，你一个乞丐老太婆，
以为自己穿的人模狗样的就能当太后啊？我知道了，你们今天这么大的阵仗，说到底就是过来显摆来了。只可惜这垃圾终究是垃圾而已。方诺，给我掌嘴！是。你个死老太婆，我跟你拼了！住手！微臣参见太后。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安国公，你玉女有方，不过不是这个女人，是青儿。今日哀家是跟太子一起接亲来了。沈仙竟然成了太子妃！你真的是太子嫡子？你不嫌弃我出身卑微，只是一个庶女吗？你不曾嫌弃我是个寒门，我自然不会嫌弃你是个赘女。我们还要白头到老，相伴一生。